今天我再来回复一个已经回复过很多次的粉丝问的一个问题，就是我的络腮胡到底是怎么弄的？因为我知道有挺多粉丝还挺羡慕我这种络腮胡的。那首先我必须辟谣的就是我的胡子绝对不是种的啊，网上有很多谣言以讹传讹，说我的胡子是去种的。有点经验的朋友应该都知道，种的胡子近看还是挺一眼假的吧？我身边也有很多去种胡子的人，种的胡子呢，基本就是这种一宽条，然后沿着下颚线。就比较死板，而天生的胡子呢，就是它是一个呈梯形的，它不是一整条连着下颚线的。而且呢，天生胡子它是有个渐变效果的，就是下面的胡子呢，它会比较粗、比较浓，而上面的呢会比较细、比较的浅。而种的胡子呢，一般就是边界感真的会挺明显的。但我必须承认，我在长胡子的初期确实是用到了传说中的米诺地尔。米诺地尔是什么样的人群呢？就是天生的有毛孔，比如说像嘴唇上和下巴本来就有胡子，然后鬓角这里也有一点胡子，但是中间就没有连起来的那种情况，或者就是中间的胡子稀稀拉拉的，那这种情况呢，就说明中间至少是有毛孔的。那这种情况下用米诺地尔就能比较快的把胡子连起来。那我自己也是这种情况，具体时间呢因人而异吧。我印象中我大概1个月之内就看到很明显的效果了。那使用米诺地尔无效的一种情况呢，就是本身就没有毛孔，或者是毛孔很少。比如说很多男性朋友连嘴唇和下巴的胡子都很稀疏，甚至是可以数出来的那种稀疏。那实话实说，用米诺地尔真的没有什么必要了。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米诺地尔是一个比较神奇的药，我也自身为小白鼠，我用它尝试了身上的好几个部位，用它尝试了发际线、眉毛，然后胡子还有手上的汗毛，结果是它不仅对不同的人效果不一样，在同一个人身上不同部位效果也完全不一样。比如说我用它涂头发几乎就收效甚微，虽然它本来就是一个涂头发的药，然后呢用它涂眉毛也没有什么效果，但反而用它涂胡子和手上的汗毛可以说非常非常有效。再说手上这个汗毛啊，我当初涂它真的就是涂着玩，然后没想到1周就看到了非常非常惊人的效果。但是还有一点注意事项，就是用米诺地尔好像无论涂哪一个部位，涂一段时间之后，你停药之后它就会掉回去一点点，但这个时候你再补上之后它又会长回去。但这个情况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，因为以我的经历，它即使是会掉回去一点点，真的就只是一点点，完全不会说退回到以前，甚至是比以前更差的状态。然后这种情况呢，我好像也就补涂过最多1到2次吧，然后再之后呢，它基本就是长期稳定了，以至于我现在还剩这么多啊，也没有用完。如果有朋友不太满足用米诺地尔长胡子的这种条件的话，其实也有别的办法，其中一个就是用很细的眉笔可以画出非常非常逼真的胡子，当然我今天绝对没有画。如果有需要或者是感兴趣的朋友，我可以在下期视频教你们如何用一支眉笔同时画发际线、画眉毛，然后画胡子。想看一定要给我点赞、评论和关注哦，我们下期见。